家大小姐真死透了。苏家主母亲手下的毒能不死透？这会儿身子怕是都凉了。唉，堂堂苏将军的嫡女，只因嫁与叶北兰王爷为妃，便被自家继妹嫉恨，害了性命。这苏小姐也是命苦，生母生她时撒手人寰，苏大人不到1年就接了个外使回来，还带着个拖油瓶。现在这二小姐心思更是毒得很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苏家主母阴险狠毒，女儿又怎么能是省油的灯？得了，不说这些。哥，这尸体咋处理？还能咋处理？卖给牙行配阴婚呗。听闻苏大小姐倾国倾城，以她的品貌，能给咱哥俩换不少银子。我还从没见过她长什么样，要不咱先开瞧瞧？你小子，行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哥，这妮子真死了，怎么脸蛋还这么水灵，比戏台子上的角儿还好看？这种角色便宜了牙行那帮老不死的太可惜，咱们哥俩先快活快活。这身体不是我的。我不是死在执行 S 级刺杀任务的途中吗？怎么会？没想到死后穿越这种离奇事也能被我遇上。不过莫林，你怎么跟我一起穿越了？难道你也……呸呸呸！别说这些丧气话，我活得好好的，倒是你现代的肉身已毁，本喵只能施展御魂术将你带回前世，才勉强保全你的性命。看不出来啊，没想到我的系统到死后还能发挥作用。那是当然，本喵可是上古神兽，治愈、护体、变形，样样精通。不过这一次穿越是单向的，你回不去现代了。回不去就回不去吧，反正现代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那你接下来想去哪儿？去王爷府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美男能让人嫉妒到要杀人陪葬。茉莉，这次也辛苦你了。又想骑我？少来！本喵前世就给你当坐骑，这一世一定……迟早有一天我要离家出走，抓紧点儿，掉下去我可不管。王爷，本王妃来。这就是我未来的夫君，还真是开局即绝境啊！脉象紊乱，唇色发黑，瞳孔放大，是中毒，还是剧毒？普通解药救不了。幸好遇到我，莫离，针灸包。毒入骨髓，一次解不干净，先稳住他的命。刺客！哎呦喂，这就开始了，进度好快呀！穿越第一天就被拖了初吻。哟，杀手大人也会害羞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！闭嘴，再说话把你做成猫毛围脖。你在说什么？让你别乱动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治醒，你倒好，
差点把我捅个对穿。漂亮夫君，别怕，本王妃来救你了。哟，身材不错嘛，胸肌、腹肌、人鱼线一应俱全。这古代王爷的健身房在哪儿？此女究竟是何来路？请理解这无解的蛇毒。王爷，我可是救了你一命，是不是该谢谢我？小心！他们来了。南王，没想到吧？我等4人联手，专程来取你性命。在下持国天王、多闻天王、增长天王、广目天王，早就听闻王爷武功高强。不过你中了我这赤龙的蛇毒，想必这一身功夫也是无处施展。江湖4大天王横练功夫以至化境，4人合体可令浑身化为金刚，刀枪不入。哦，真有这么神？南王，不要做无用功了，放下你的剑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个痛快。放肆！我哪怕战死也不会。战死个头啊！老娘好不容易用银针护住你心脉，你倒好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向。我告诉你，你再乱动，小心毒血攻心，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大哥，这女的谁啊？暗杀名单上没这人啊！既然见到了我们，无论是谁都难逃一死，一起处理了。退后！来都来了，先试试斤量。是有2下子，不过防御无敌，我可不信邪。黄毛丫头，找死4位大爷别急嘛，你们的功夫是不错，可只要给我准备一下的时间，一棍子就能破你们的防。吹牛！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金刚不坏。那不如咱们打个赌，我要是一棍子干翻你们，你们便不能踏入王府；干不翻你们4个，就让我家王爷原地自杀，如何？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可是刚救了你一命，你信我一次，我让你死你就得死。放心，赢了你就赚了。丫头，你这赌约，若是叶北安最后赖账，我等如何是好？简单，他要是不遵守约定，我亲手帮你们干了他，绝不食言。完了，这女人真敢说！哈哈哈，好，痛快！就依你，我等4人合体之后，你打3下，若是破不了防，便按赌约行事。3下不用，1下就可。来喽！王爷，搞定了。何人胆敢闯入王府，行刺王爷？眼神不好吗？没看见本王妃的嫁衣？王妃，退下，将这4人押下去，穿了琵琶骨，关入水牢，严加审问。你倒真是相府那位嫡女，不过与本王听说的不大一样。彼此。外头都传王爷自幼体弱多病，命不久矣。可刚才本王妃替你诊脉，除了那点蛇毒，王爷这身板壮的能打死一头牛。实不相瞒，本王暗中扶持7皇子已有多年，与淑妃势同水火。今夜暗杀不过是开端。本以为嫁个病秧子王爷，过几天清闲日子，搂着金山银山躺平，谁知道事儿还这么多。你若不喜欢，本王可以放你走，但救命之恩定当涌泉相报。走？往哪儿走？回我那破碎的家，陪那个爱下毒的继母喝茶。他那边玩暗的，你这好歹玩明的，好预防一些。好你个淑妃，害我叶北兰也就罢了，竟敢谋害我的未过门妻子，想让我绝后！王爷消消气，气大伤身，你这小身板可经不起折腾。今日你救我一命，他日我必助你复仇。不过眼下各方势力对本王虎视眈眈，本王需暗中蛰伏，积蓄实力，不可虚张声势，打草惊蛇。王爷您慢慢蛰伏，本姑娘没有隐忍的习惯，自己的仇得自己报。既然嫁过来也躺不平，那我就不躺。那你想让本王做什么？好啊，那我还真需要你帮我办一件事。喂，你这是去回门还是去抄家？出嫁3日回门，
做女儿的总得风风光光，让爹爹好好瞧瞧他闺女嫁得多好。你好不容易重活一次，没事非得掺和他们豪门竞争干什么？前世的我那不也是我？前世的我被人算计陷害，既然我穿越了，那当然要把场子找回来。这是哪家贵人？这排场，怕是公主出嫁也不过如此。听说蓝王新娶的王妃今日回门。哟，这不是大小姐吗？您不是已经嫁去王府了吗？怎么有空回来？本小姐回门去通传。通传？哎呀，小的腿脚不便，怕是要走上一会儿。二夫人吩咐过，大小姐如今是王府的人，怕是连家门都进不来喽。好，聋子是吧？王妃这哪是回门，分明是踢馆。姐姐，你怎么？妹妹这么慌张干什么？是不是该死的人没死，让妹妹失望了？绵儿回来了，母亲还说今日你与王爷一道回门呢，王爷怎的没来？王爷身子不适，老母亲挂念。姐姐如今是王妃了，回娘家就这般兴师动众，连门都踹了，传出去怕是要让人笑话相府没规矩。妹妹这话有意思，狗眼看人低的下人拦着不让进，我是该站在门口等他们高兴了再放行，还是说这相府如今的规矩是妹妹定的？绵儿莫生气，下人不懂事，母亲回头定会重罚。罚不罚的我不在意，今日回来是有几件事要与父亲、母亲说道说道。义女，你回来做甚？父亲，女儿回门，于理于法，名正言顺。您这一句逆女，是嫌女儿命大，没死在那荒郊野外。这是母亲当年的嫁妆单子，还有她名下的田产、铺面、私房。今日女儿回来，第一件事清点母亲遗产，物归原主。放肆！你母亲早已去世多年，遗产自有相府打理，何须你这个出嫁女操心？父亲，这是母亲生前留下的亲笔遗嘱，言明她的嫁妆与私产皆由女儿继承，与相府宫中无关，白纸黑字。父亲要不要过目？年儿，这些陈年旧账何必现在翻出来？你如今嫁入王府，还差这点东西不成？母亲此言差矣，这不是差不差的问题，是该不该的问题。母亲留给女儿的东西，凭什么落入旁人之手？今日起，我母亲名下的所有产业、账册、地契、铺契全部归还，少一文，本王妃便拆了这相府一间房。苏眠，你别太过分，这些年这些产业都是我打理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打理？姨娘不是把我母亲的胭脂铺改成了您庶妹的嫁妆铺子吧？把城南那300亩良田挂在了您娘家侄儿名下吧？账册我都让人核过了，要不要我当众念一念？够了！你今日回来就是为了闹这一场。父亲，女儿不光要回母亲的嫁妆，还要您给个交代，当年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母亲是病死的。病死的？那为何母亲死后不到半年，您就把外室柳氏扶正？为何母亲的陪嫁丫鬟一个不剩全被发卖？为何母亲的医案至今下落不明？父亲，您真当女儿什么都不知道？苏眠，你这是污蔑，你母亲的死与我无关。是不是污蔑？查查便知。今日女儿先拿回母亲的遗产，至于母亲的死因，慢慢来，急不得。母亲，您看他那嚣张样子，分明就是在打我们的脸。这要是让他翻出母亲当年的事，咱们娘俩还有活路吗？你个贱蹄子，命比猫还硬，杀他都没死成。那就再杀他一次，这次绝不能让他活着出门。明日请他过来用饭，我倒要看看他这条命到底有几条。绵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母亲特意让厨房做的。母亲这么疼女儿，不如母亲先尝一口。母亲不饿。那妹妹呢？妹妹尝一口。这道桂花糕里掺了催情散，这道甲鱼汤里下了软筋散，这碟蜜饯藏的可是见血封喉。柳姨娘的心思可真是费尽了。
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！苏冕，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这巷子？告诉你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茉莉，这是什么暗器？跟你说了，你也听不懂。柳姨娘，本王妃本想留你一条命，让你慢慢吐出当年的真相。看来你是不想活了。你不能动我，我是淑妃娘娘的人，连兰王见了淑妃娘娘都得退避三分。你动我，就是与淑妃娘娘为敌，兰王也护不住你。谁说本王护不住她？柳姨娘方才说本王惧淑妃三分。王爷，妾身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从前，从今往后，谁动我叶北兰的王妃，便是与我本王为敌。王爷息怒，此事必有误会，老臣这就……父亲，您养的好夫人今日竟在饭菜中下毒，意图谋害女儿，按律当如何？这是误会。误会。相爷的意思是，夫人派人刺杀王妃，也是误会。来人，将柳氏与苏柔逐出相府，迁入城郊别院，无诏不得入王城。老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救我！王爷，老臣已当众处置了柳氏母女，也算给王妃一个交代。老臣到底是绵儿的生父，这相府之事，还望王爷网开一面，给老臣留几分薄面。相爷这话，本王做不了主，还得看王妃的意思。莲儿，爹爹知道这些年委屈了你，今后这相府还是你的家，爹爹给你做主。父亲，您当年怎么不给女儿和女儿的母亲做主？这宅子是母亲的陪嫁，地契房契女儿都已经合过了。从今日起，这相府哪怕姓苏，那也是苏眠的苏，与你无半点关系。这是要赶你爹出门。父亲若是觉得无家可归，城外那别院还空着，正好和柳姨娘母女作伴。逆女，你目无尊卑，不孝不悌，我苏家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，传出去你还想不想做人？父亲骂完了吗？骂完了就走吧，女儿耳朵都起茧子了。苏眠，你给我等着！苏眠，王妃今日下手可真够绝的，就不怕淑妃寻你麻烦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倒不如活得快活些。更何况，夫君你不是说会护着我吗？来啊，陪你家小姐我改改这宅子的陈设，把那3位的旧物件都搬出去烧了，省得本小姐看着心烦。是小姐。倒不如活得快活一些，真是有趣。哎，你看见没？王爷竟然笑了。原本只当是寻常联姻，这下看来王爷是动了心了。王妃倒是真潇洒，自夺回家产以来，整日玩乐，连府门都不出一步。没办法啊，夫君，这富贵生活压着本王妃喘不过气，难得有几天安稳日子，不得好好享受享受。再说门外也没什么新鲜事儿，出去也无聊。那今晚，本王想邀夫人一同去赏灯会，意下如何？灯会？王城灯会？朱雀大街10里花灯，本王已让人备好了便服与马车。成交，我这就去换衣裳。色令智昏啊！
娘真是才女。王妃今日要把这条街搬空。夫君，活着真好，现在的日子是我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。你这个贱人！既然如此，往后本王多带夫人看看这大好河山。你没经历过的事，咱们一件一件，慢慢来。王爷日理万机，不用陪同，本王妃一个人潇洒自在惯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们虽因联姻相识，但本王并不希望与你只是联姻的关系。看不出王爷还有这样一面。既然你这么认真，那本王妃也可以考虑考虑。本王愿意等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搬回王府，与本王同住。哟，这是哪家的鄙人？倒让本宫差点认不出了。王爷好雅兴，竟带着心腹微服赏灯，倒比我们这些深宫之人会享福。皇嫂，臣妾参见淑妃娘娘。王妃免礼。本宫早听闻王爷新娶的王妃相府嫡女，医术超群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个妙人。只是这市井之地，污浊喧嚣，怎堪王妃这般金枝玉叶踏足？娘娘说笑了，这市井烟火最是养人。臣妾倒觉得比那深宫里头的鎏金珠瓦鲜活得多。王爷近来气色倒好，本宫还听闻王爷府中近日颇不安宁，可有此事？劳皇嫂挂念，些许小小之辈已被本王处置妥当。那便好。王爷自幼体弱，本宫这做嫂嫂的总是放心不下。对了，皇上前几日还念叨王爷，说王爷府中那些药材可还够用？若是不够，尽管开口。娘娘有所不知，臣妾自嫁入王府，便日日为王爷调理身子。王爷如今康健得很，娘娘的药材怕是用不上了。说到这个，本宫近来夜里总是难眠，太医院那帮老古板束手无策。听闻王妃医术通神，连王爷的旧疾都能调理。不知王妃可愿入宫一趟，替本宫诊脉调理呀？皇嫂奉体抱恙，自当由太医院诊治。王妃她……臣妾愿意。娘娘抬爱，臣妾何德何能？3日后便入宫为娘娘请脉。那本宫便恭候王妃大驾。你可知她这是鸿门宴？夫君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该来的总会来，放心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何况本王妃也正想会一会这位深宫贵人。那本王陪你。哎呀，这就要见正主了，紧张不？紧张啥？又不是没见过大场面。听闻王妃医术高超，本宫今日召你来，是想请你给本宫诊诊脉。娘娘抬爱。娘娘凤体康健，并无大碍。是吗？那本宫怎么这几日总觉胸口烦闷，夜不能寐？王妃这医术，怕不是徒有虚名吧？娘娘，王妃年纪轻轻，怕是经验不足，要不让太医院的院潘再来诊一诊。娘娘若信不过本王妃，自可另请高明。不过本王妃丑话说在前头，娘娘这胸闷夜不能寐，怕不是心病，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？心病还需心药医，娘娘若想根治，不如把那位让娘娘烦心的人解决了，自然就好了。你说是不是？王妃伶牙俐齿，本宫今日算是见识了。来人，赐茶。娘娘赐茶，本王妃却之不恭。哎呀！本王妃手滑，竟把娘娘的茶打翻在嬷嬷身上。这茶怎得如此厉害？是嬷嬷自己体弱。那看来这茶本王妃还是不饮为好，免得本王妃也体弱。回去王爷怕是要拆了娘娘的宫殿。臣妾告退。这个贱人，这个贱人，本宫与他不死不休！娘娘，宫外传来消息，皇上突然急召兰王入宫议事。娘娘，皇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赐了兰王府御赐金牌一面，凭此金牌，王府内外无诏不得入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好你个叶北兰！相传兰王万事不求人，没想到今天竟然会为一个女人去找皇帝讨要赏赐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这小丫头看来真的不好对付。
哟，怎么这么大阵仗？皇上赐的，给你。给我？护身用。夫君今日这么主动，是不是又有事儿求本王妃？七皇子今日想见你。云锦参见皇婶，皇婶数次救皇叔于危难，又屡破淑妃毒计，云锦感激不尽。哎呦，使不得！七皇子快请起，这一跪可折煞本王妃了。自家人，坐下说话。太子党羽日益膨胀，我恐怕终究还是比不过大太子。今日请皇叔与皇婶前来，也是道别，自此不再来往。皇叔这些年来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希望太子即位后波及皇叔。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，只可惜太子省心顽劣，不学无术，只怕会扰乱朝纲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，原来世子之争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既然这大太子生性顽劣，难免不留下些把柄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婶婶有何高见？难道这事儿还有转机？市场营销懂不懂啊？什么？诸位看官，咱今天说一桩就发生在咱们王城的真人真事。哟，新鲜，什么事啊，先生？诸位可还记得去年8月15，城西李家那位刚过门3天就投井自尽的小娘子？记得。当时官府说是那娘子心思郁结，自寻短见。自寻短见？哼！老朽今日就告诉诸位真相，那娘子是被人糟蹋了，活活逼死的。哪个爱趁刀的干的？这人嘛，那是东宫那头的人。北疆将士浴血奋战，朝廷拨下的军饷整整30万两，到了将士们手里还剩多少？5万两，剩下25万两进了某位贵人的私库。将士们寒冬腊月连件棉衣都穿不上，那位贵人却在东宫里裹着貂裘，喝着热酒。天理何在？我儿子就在北疆从军，去年冬天活活冻掉了3根脚趾。东宫一席酒，边关10年粮，朱门貂裘暖，将士冻断肠。太子真荒唐，强抢民女吞军粮，金银堆成小山高，不知何时见阎王。你说什么？童谣？满京城的小孩都在唱。娘娘，茶楼酒肆也都在讲，已经满城皆知了。是她，一定是那个女人。陛下，臣等弹劾太子12项大罪，强抢民女3起，纵奴行凶5起，克扣军饷1案，私吞税银1案，桩桩件件皆有人证物证，请陛下明察。臣复议，臣复议。父皇，这是污蔑，是有人故意构陷儿臣。来人！太子无德，禁足东宫3月，闭门思过。御史所奏诸事3次会审，严查到底。父皇饶命啊！苏眠、叶北兰，本宫与你们不死不休！娘娘息怒，您这身子要紧啊！嬷嬷，你说这一切是不是那个贱人干的？是不是？娘娘，太子殿下出事，最大的得益者便是七皇子，七皇子背后又是兰王，兰王背后……传话给本宫的兄长，让他即刻进宫。本宫的牌还没全亮。皇婶这一手，云锦真是叹为观止。短短数日，京城上下、茶楼、街巷、太学，无一不在议论太子的恶行。这等手段，云锦自愧不如。夫人之谋，本王爷是头一回开言，3言2语之间，便将一个储君拉下马。洒水了，舆论战嘛，本王妃略懂。这种事情，关键在于让百姓自己说、自己信，比刀剑还利。皇婶大才，云锦敬皇婶一杯。大好日子，少说这些。来，喝酒。哎呦，这酒好喝，不辣，再来一壶。好喝不辣，这是10年陈酿玉福醇，京城最烈的酒。
灾难要来了。夫君，你说这酒怎么后劲儿有点上头？罢了，本王送他回苏府。皇叔，皇婶醉成这样，为何不直接留在皇叔府上？王府不是更近些？他眼下还在考察期，本王不便强留。皇叔，你都成亲这么久了，还考察什么？皇叔，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正室的地位，妾室的手段，勾栏的做派。何意？本王先走一步。皇叔慢走，记得考察仔细些。夫人，喝点水。茉莉，醉得跟死猪一样。这王爷还挺纯情，行吧，本庙给你们点空间。哥哥，你来的正好。圣儿被废，绝对是七皇子和叶北兰联手做的好事。自从那个苏眠嫁入王府，叶北兰整个人都变了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连皇上都为他破例赐下御赐金牌。哼，苏家废物那个老不死的，连个女儿都看不住，被他回趟娘家就把家给夺了，简直丢尽我萧家的脸。哥哥，咱们绝不能就这样认栽。妹妹莫怕，这皇位以后必须是我萧家血脉来做。我已布下一计，让七皇子有去无回。哥哥有何良策？阳城近来山匪横行，我明日早朝便参奏此事。举荐七皇子前去剿匪，我已让阳城知府勾结匪首，待七皇子进山，匪寨之内还有我多年安插的案子，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。哼，跳梁小丑，等着瞧吧。我做了什么？怎么有一种我把人家给强办了的感觉？夫人醒了。王爷，咱俩昨晚……夫人不记得了吗？罢了。完了！我真把人家给……我可以负责。没关系，本王还可以等。苏眠，你还是人吗？把人家睡了还忘得一干二净，一点都不记得了。啊！妾室的手段，妾室的手段！叶北兰，你这心机男人！别意淫了，昨晚你喝得跟死猪一样，能发生啥？什么？那他刚才那副模样，两个白痴，一个没头脑，一个不高兴，绝配。说正事，昨晚你喝醉之后，本喵去淑妃那儿转了一圈，他们要对七皇子下手，而且还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了。我一向人畜无害，但也不至于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吧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还不是你太招摇了？一回门踹了相府大门，一进宫泼了凤鸾宫的茶，全京城谁不知道兰王府新王妃是个煞星？行啊，我招摇，有福可以不同享，但是难一定要分出去。莫离，走，找夫君开会去。太子被废，淑妃必有动作，
七弟近日务必小心。皇叔所言极是。正好你们两个都在。夫人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商议。不只是淑妃哦，昨晚淑妃还和萧将军在凤鸾宫秘密夜谈呢。夫人怎么知道的？王府内8名暗卫的换岗时间，16个侍卫的巡逻路线，2个厨子每日采买几两肉，还有1个厨子其实是会武的。本王妃要不要继续说？珊珊，可宫门下药之后，应无人能出入皇宫吧？只要夫人想，当然可以。你还小，当然不懂。刚废太子，淑妃明面上应该会安静一阵，除了枕边风，无非就是暗杀、栽赃、算计这几样手段。那皇叔皇婶岂不是很危险？安啦，你皇叔本事大着呢，应该没啥问题。至于我嘛，你更不用担心了，反倒是你自己得小心。最近你在宫中也要谨慎，注意言辞，莫要逞强。是，侄儿知道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今儿不用上朝吗？朝不是日日都有的。再说本王是闲散王爷，可去可不去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也是996呢。什么是996？算了，不解释。好了，你们俩聊正事儿，本王妃出去逛逛。皇叔，昨晚进展如何？别乱打听，先聊正事吧。茉莉，走，今天咱吃饱喝足，留点力气，等晚上去办件大事。有热闹看。你这砚台沾水即晕，明显是假货，老夫要退货。哎呦，我这10年老字号童叟无欺，您怎么能说是假货呢？我说小哥，10年老字号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了解这砚吗？此砚落款为前朝，前朝端砚皆出自南山老坑，石质细腻，入水不渗。可你这砚台沾水即晕，石质松散，是否为假货？其次，你看刀工，砚底字迹浮浅，是市井工匠仿刻，毫无古韵章法。最后，你说摆摊10几年，可朱雀街前年起，所有珍品摊位皆有官府发的字号铜牌，敢问你的铜牌何在？哎呦，这小娘子懂行啊！先生，还我们血汗钱！你还懂这些？那是。姑娘有勇有谋，老夫佩服。不知姑娘可愿赏脸，让老夫请姑娘吃顿便饭，聊把谢意。你这老头倒是上道，正巧本姑娘有雅兴，那就勉为其难，给你个面子。望江楼，姑娘意下如何？哎，别，那家又贵又难吃，纯属坑老板娘的钱。哦，来，这家别看门面小，葱油面和小菜绝了。小二，来2碗葱油面，1碟口水鸡，再来1碟酱牛肉。不用姑娘为老夫省钱。真不是，是对面那家又贵又难吃，我吃过。骗你我是小狗。好，老夫平日不曾光顾这般店面，今日借此雅兴，就当顺势体察一下风土人情。你这老头说话绕来绕去的，跟个教书先生似的。论诗书见识，我看姑娘也不称多让。仅凭方才姑娘出手相助，就能看出姑娘气宇非凡，绝非凡人。得了，这不算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朝廷颁发的铜牌也是漏洞百出，我刚才也是炸那小贩一下，没想到他心理素质这么差。哦，这铜牌由朝廷统一颁发，为的是嘉奖当地商户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好是好，但可以再升级一下，不只刻台号，还得刻发牌日期、摊主姓名、摊位编号，每年还得核验。这样就算是有人想造假，也得费一番功夫。妙啊！如此一来，假货摊贩无处遁形，百姓也能安心。那是。真是难得遇到知己，老夫想与姑娘做个忘年交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谬赞，不然咱俩拜个把子，认个兄妹。好，痛快。帝王之气，有意思。这萧将军也是个废物，
暗卫一个个跟吃干饭似的，老娘都快摸到他老窝了，还没人发现。你这身手都能当暗卫的祖师爷了，他们能发现你才怪。山匪横行之事，明日我便上奏，举荐七皇子前去剿匪。你将此密函送到阳城知府那里，让他告知山上的人，将我军行进人数与路线提前告知。队伍里还有我安插的案子，自会协助。到时候里应外合，擒住七皇子。寨子里的，你们当家的呢？给我滚出来！小美人儿，你是迷路了吗？看不是迷路，怕是想来当压寨夫人吧？不是压寨夫人。我虽然是来加入你们的，但是我是来当老大的。小美人儿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怕是一碰就折吧？哎呦，痛，手要断了！哟，还有点本事，放了我们兄弟，老子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那要是我不放呢？哥儿几个上！等，先说好，你是老大吗？别打完一波还要再打，怪磨叽的。好大的口气，全给老子上！好了，先听我说，你们以后可以跟本姑娘混，待遇绝对比你们这穷山头强100倍，长期包吃包住，怎么样？心不心动？说的好听，我凭什么信你？这些够不够定金？老大说去杀谁？老大说去杀谁？不用杀谁，只是要你们帮我做件事儿。老大请讲。很快应该会有人来找你们，过不了几日，七皇子会带队来剿匪，你们只需按他说的去做，但是绝不能伤七皇子分毫。还有，应该会有人和你们里应外合，发现就尽快除掉。若是办得漂亮，这个有的是。是，我们明白。老大果然与众不同。那此事之后，我们听老大调遣。等我消息，在我来之前，把七皇子好吃好喝的供着，少一根头发，唯你们是问。是老大。老大巾帼英豪，简直是英明神武，万人难敌。被你撞到了，开心了？还不够爽，还想再撞一下？你要干什么？快给我变，就那个最帅的造型，带我飞走。那很累的好吗？快回去给你加餐半个月，小鱼干管够。记住我说的话。是老大，不，神女大人。今日早朝，怕是不会太平。萧将军昨夜与淑妃密谋，定会借机发难。皇叔放心，云景已有心理准备，你不必慌乱。若有难解之处，我自会替你转换，你只需随机应变。王爷，王妃方才传来口讯。皇叔，皇婶怎么说？他说山匪那边已经摆平了，让我们放心。若是朝堂上有人提及阳城剿匪一事，可安心前往。这才几日，那阳城山匪100余人，盘踞山头多年，连地方官府的官兵都拿他们无可奈何。皇婶竟不愧是他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阳城匪患猖獗，近来更是嚣张跋扈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地方官府数次围剿，皆告失利，臣深以为忧，恳请陛下早作定夺。陛下，臣举荐七皇子殿下前往阳城剿匪。七皇子年少有为，正是历练之时。哦，本王还以为萧将军会力荐3皇子前去戴罪立功，没想到竟是举荐7皇子。七皇子意下如何？儿臣愿往。
必不负父皇所托。七皇子果然有担当，只是阳城山匪凶悍异常，七皇子出涉军务，还需谨慎为上。萧将军既如此关心七皇子安危，想必已为殿下备好得力人手相助了。这叶北兰，莫非察觉了什么？自然，臣自当亲选良将，护殿下周全。多谢萧将军费心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命七皇子叶云景率兵3000，前往阳城剿匪，明日启程。还望萧将军此番为七皇子精选良将，莫要送些草包过去，反倒拖累了殿下。哼，本将军行事何须王爷指点？走，去见你皇神。这般大动静，莫非他受了伤？刷油，这个料粉要均匀的撒，火候，别给我烤糊了啊！王妃，这药材，奴才闻着怎么不像药材的味道？那不叫药材，那叫孜然，调料懂吗？哎，这么多人呢，注意点形象。没受伤就好。你怎么能一个人前往那般凶险之地？今日上朝时，本王心中一直转转不安。下次再做这般坏事，记得带上本王。好，那给你吃。今日朝堂如何？看来父皇有意提拔小妾。那挺好，危险与机遇并存嘛。啊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一路上必有人对你下黑手。萧将军这么大的立功机会，不留给他亲侄子三皇子，偏偏推到你身上，明摆着是冲你来的。那我该如何应对？见机行事。哦，怎么就这点人？王城驻军不可轻动，余下的2700人，到了沿途各营寨再行会合。皇叔、皇婶，去吧，婶婶已经替你都安排妥当了，你别担心，就当出去玩一趟。夫人，你这般把他当孩子哄，他还怎么历练？本来就是嘛，才15岁，可不就是个孩子。多谢皇叔皇婶。记得，本喵此行结束，要吃整整1桌鱼宴。带着他，别看他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关键时刻他能护你周全。好，这猫灵性极高，皇婶让我带着，定有深意。出发吧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按时吃饭。大哥，官府那边传来消息了，可这信里居然没提领兵的是七皇子，他们瞒着咱们，在大军的酒中下迷药，让咱们配合，一举擒下领兵将官。好啊，狗官府，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老子，是想拿咱们当替死鬼啊？大哥，要不是神女大人提前打了招呼，这次咱们兄弟们怕是全都得被这帮狗东西卖了。兄弟们，跟着神女大人，咱们押对宝了。这一次，咱们就好好配合神女大人，给那帮狗官府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誓死追随神女大人，誓死追随神女大人。哎呦，我的七皇子殿下，下官恭候多时了。下官已在府中备好酒宴，为殿下接风洗尘。知府的好意，本皇子心领。明日便要剿匪，今夜需早做准备。是，殿下勤勉，下官佩服。装什么清高？明日就是个死人，今天还摆什么架子？诸位将士，今日一战必胜。这一仗不为本皇子建功立业，只为阳城百姓安稳。还有点样子，没掉链子。出发！大哥，他们到了！放滚石！记住，不准伤到七皇子和那只神兽，知道吗？得令！糟了，酒里有毒。兄弟们，按神女大人的吩咐，
把这些倒地的全都抬到后山安置，别少了一根头发。大哥，神兽和七皇子在这儿。好，抬架子来，把七皇子稳稳当当抬进寨子，好好供着。七皇子大人，您醒了，您饿不饿？渴不渴？小的让人给您准备了山珍野味。你们这是何意？神女大人吩咐过了，务必要照顾好七皇子。神女？对对对，就是这只神兽的主人。皇神？没错，本喵就是神兽。喏，看看吧。你们都把知道的原原本本告诉本皇子。殿下您看，这都是阳城知府指使我们干的勾当。其实我们寨子里多半都是猎户出身，混不下去才落草，本不愿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啊。那些昏迷的将士，神女大人交代了，全都安置在后山阴凉处，吃食水源都准备妥当了。是，神女大人交代的，我们一字不差全照办了。做得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啥？现在敌明我暗，正是一举清洗这群地方虫豸的最佳时机。随我捉拿知府，押解回京。报，陛下，七皇子轻敌冒进，已被阳城山匪所擒。陛下，七皇子心高气傲，年少冒进，实非领兵良选呐！荒谬！区100余山匪，3000将士竟敌不过。陛下息怒，许是七皇子初次带兵，不熟军务，中了山匪诡计。不如老臣即刻率兵前往阳城营救，以解燃眉之急。陛下，区100余山匪，七皇子若都不能稳妥解决，恐怕难堪大用。依本王看，怕是萧将军选的良将之中混进了内鬼了。王爷莫要含血喷人，栽赃老臣，分明是七皇子行事鲁莽，中了山匪的圈套。七皇子涉世未深，还需历练。此次若是三皇子出征剿匪，必能凯旋而归。萧将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皇上，那是自然。萧将军与三皇子的关系，他怎能不特意关照呢？陛下，老臣以为眼下保全七皇子安危才是要紧。罢了，传朕旨意，萧将军即刻点兵启程营救。臣接旨。陛下大喜！七皇子殿下回来了。父皇，儿臣启奏，阳城知府在军中酒水里下了迷药，胁迫山匪，行此恶事。儿臣已将其擒拿归案，正在受审。狗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加害皇子！陛下，此乃诛九族之大罪，区知府哪有这般胆量？其背后必有人指使。王爷此话怎讲？莫不是又要将这等污水泼到本将身上？本将戎马半生，为国出生入死，岂容他人随意构陷？本王何曾点过萧将军的名？萧将军这般急于自辩，倒叫本王好奇了。你启禀陛下，刑部集成知府口供一份，由3、4会审主官亲笔画押，请陛下预览。好啊，好得很。这狗官倒是有几分本事，临死前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。刑部来报，这阳城知府严刑之下熬不住，已撞墙自尽于诏狱。死前口出狂言，胡乱攀咬，竟将这等大逆不道之罪栽赃到萧将军头上。陛下明鉴，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绝无半点加害七皇子之心。这狗官血口喷人，分明是临死之前心怀怨毒，攀咬朝廷重臣，意图搅乱朝纲，请陛下明察。萧爱卿平身吧。爱卿为大梁征战多年，朕岂会因一狗官的临终胡话便疑你？此等谗言，朕自不会轻信。谢陛下，陛下圣明。七皇子云景临危不乱，识破奸计，反将匪首与贪官一并捉拿归案，立此大功，足见胆识与谋略，朕心甚慰。儿臣不敢居功，年纪轻轻便知谦逊二字，足见我叶氏皇族的血性。
朕赐你御马一匹，宝剑一柄，望你日日勤练骑射，磨砺心性，莫负今日之锐气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萧爱卿，臣在。此番阳城剿匪，本是历练皇子的大好机会，却险些酿成大祸。爱卿身为军中柱石，举荐之责难辞其咎。日后选将用人，还需多加斟酌，莫要再让朕失望了。老臣谨遵圣谕，日后定当谨慎行事，绝不辜负陛下信任。起来吧，朕还指望着爱卿继续为国戍守边关呢。皇兄这一手玩的倒是漂亮，既保了萧家，又压了萧家，还顺势抬了小七，平衡之术，炉火纯青。阳城之事到此为止，知府已死，其家眷一律抄没下狱，3日后示众。山匪一案由七皇子全权处置，朕不再过问。陛下圣明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不仅没除掉那个小杂种，还差点把本宫哥哥牵扯进去。母妃息怒，儿臣已经让苏柔妥善安排了，太后生辰宴上定让那个苏绵颜面扫地。你最好把这事儿办漂亮，否则要他苏柔何用？你如今仍在禁足，这一次必须破局。太后近日食欲不佳，你便投其所好，机灵些，好好表现。母妃放心，儿臣明白。今日一切顺lợi，全赖皇叔皇婶相助。云锦特意为莫离备下鱼宴，聊表谢意。得了得了，自家人客套什么？眼下淑妃必定气得跳脚，断然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是肯定的，估计已经在筹划着下一波操作了。我猜啊，他肯定会想办法让叶云生在太后生辰宴上大放异彩，争取解禁。皇婶所言极是，这是淑妃眼下最快捷的破局之法。最近天气炎热，母后那边一直食欲不振，太医院束手无策。与其在生辰宴上送些华而不实的物件，倒不如想办法让老人家开开胃。古代不管多热都得穿那么多层，太后又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能吃得下才怪呢。哎，这事儿我有办法。老人家过生日，本王妃可太有经验了。小七，你去给我备些上好的食材，雪莲、桃胶、雪蛤、银耳，越珍贵越好，我自己来加工。好。夫君，给钱。本王妃要准备一份天大的惊喜，只要有钱，一切皆 OK。拿去。这架势，本猫又要遭殃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正经的王妃。倒是头一回见你打扮得如此庄严，和平时完全不一样。太后生辰宴总不能丢面，我穿的郑重些，以防他们挑刺。好看吗？很好看。少来这套，走吧，迟了可不好。到底是粗鄙的野丫头，僵硬的像个木头，哪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？父亲说的是呢，姐姐今日这身打扮倒是隆重，只是这坐姿这般粗鄙僵硬，也不怕丢了王府的脸面。这话说的有意思，我坐的端正，说我像木头，我若是挨着他又要说我没规矩，合着横竖都是我的不是。况且今日是太后生辰宴，我劝苏小姐省省力气，大家开开心心吃酒看戏不好吗？非得上赶着找不痛快，还是想在太后生辰宴上喧宾夺主。皇上驾到，太后娘娘驾到。今日是太后寿辰，诸位爱卿不必拘礼，落座随意即可。太后娘娘，臣女听闻王妃多才多艺，想必武技也便不凡。臣女斗胆想与姐姐一同为太后献艺贺寿，不知姐姐肯不肯赏脸？哎呀，表演才艺，妹妹自己跳就好，我在底下给你鼓掌。姐姐这是哪里的话？太后娘娘的寿辰，我们做晚辈的自然是要尽心尽力的。不论姐姐表演什么，演得怎么样，都是对太后的心意。莫非姐姐不敢？有何不敢？妹妹既然这么有兴致，不如咱们打个赌，我输了随你处置。你输了吗？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大声说3遍我是跳梁小丑，如何？
苏家二小姐果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王妃这下怕是要出丑了。夫君护短倒是越来越熟练了。姐姐该你了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这么心急啊？你就等着输吧。臣今日为太后娘娘准备了一些小玩意儿，盼能博太后一笑。哀家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奇术。蓝王妃，你这是何等技艺？回太后，不过雕虫小技，逗太后开心罢了。好，好，好！蓝王妃今日的技艺闻所未闻，哀家甚是欢喜。这没什么，凭空变物又如何？只要能让太后开心，臣妾别说凭空变物，哪怕上9天摘星也在所不惜。姐姐这话当真？太后面前可不能打诳语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姐姐当场为太后摘下一颗星辰，也好让我们这妹妹长长见识。这苏冕这下可是骑虎难下了。苏柔，你这丫头放肆！哀家何曾要她摘星？太后娘娘无妨，既然妹妹想见识，那臣妾便让她见识见识。这真是星辰！太后，这是臣妾特意为您准备的新宫，愿母后福寿绵长，光华永驻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哀家真是疼到心坎里去了。来人，重赏蓝王妃。母后使不得，臣妾今日只是想拿点小玩意儿让母后开心，并非为了赏赐。倒是有些人借着寿宴想着如何展示自己。妹妹，你说对吗？太后娘娘，时辰也不早了，不如让诸位大臣献上寿礼吧。不急，哀家记得方才蓝王妃与苏小姐打了一个赌，臣女苏小姐输了，可还记得赌约？妹妹莫不是要赖账？太后面前可不能打妄语哦。我是跳梁小丑，我是跳梁小丑，我是跳梁小丑。皇祖母，孙儿听闻您近日食欲不振，特命人从南方寻来名厨，做了这一碟桂花莲蓉酥，盼皇祖母能多用些。有心了。三皇子为了这一碟点心，可是寻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厨，只为博太后娘娘一笑。不知其他人又准备了什么寿礼？皇祖母，孙儿也为您备了一份吃食，请您先尝尝。七皇帝，你这准备的是什么？一碗粥？怕不是临时随手抓来的吧？是啊，七皇子未免太过敷衍，连点像样的寿礼都拿不出。哎呦，这粥冰冰凉凉的，还有丝丝甜味儿，喝下去整个人都舒爽起来，连嘴里都飘出仙气来了。景儿，这是何物？哀家从未喝过如此清爽的吃食。回皇祖母，此物叫什么孙儿不知，但做法却是孙儿拜托皇婶制作的。回皇上，太后，七皇子前几日来寻臣妾，太后娘娘必是食欲锐减，但又不能进食太过生冷之物。这碗中食材皆是七皇子亲自寻来的雪莲、桃胶、雪蛤、银耳，皆是野生珍品。臣妾不过是加了一些秘法，调出这冰凉而不寒的口感罢了。景儿有心了，皇祖母很是喜欢。孙儿谢皇祖母。臣妾谢太后。太后娘娘，臣妾还有一份惊喜要献给你。又来，我会消耗很多力气的。这是太后，此物名为空调，可生出阵阵凉风，置于宫中可保盛夏清凉。这么个小盒子，真有这般神奇？太后娘娘，这物件好生奇怪，从未见过，怎么可能有那般玄妙？太后不要被骗了。柳夫人，本王听闻夫人在家中时便经常欺凌本王的王妃，如今有本王在，夫人莫非还想故技重施？柳夫人，你怎么和你女儿一样，像个跳梁小丑似的？既然你不信，
那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哎呦，真的有风，还是凉风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盛夏酷暑怎会有如此凉风？好，好，好，这次哀家真是甚是欢喜。蓝王妃，你这礼物可算是送到哀家心坎里了。恭贺太后娘娘寿辰大喜！太后，臣妾还没说完，还有一份神秘大礼。哦，还有，快说说，今日哀家可算是开了眼界。太后寿宴当与天同乐，请太后与诸位移步殿外共襄盛举。搞得这么神秘，不会是放烟花吧？烟花的太普通了，姐姐嫁入王府，怎么能送这种便宜物质给太后？若真是烟花，岂不太不用心？是烟花又如何？是你没见过的烟花，睁大你的双眼，看好了。天哪，烟花竟然能有这么多颜色，这也太神奇了！夫人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连兔子、鸽子都能凭空变出来，这点烟花又算得了什么？恭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祝太后娘娘福寿绵长，岁岁安康。没想到义妹你竟还有这等惊喜。义妹，她什么时候跟皇上扯上关系？陛下，您这是？朱雀街葱油面。哎呀，竟然是陛下！我就说怎么看着眼熟。今日不早了，太后和朕都累了，都散了吧。是。兰王、兰王妃、七皇子随朕到乾清宫一叙。娘娘，废物！盛哥哥，太让本宫失望。义妹，你与朕这位兄妹的缘分，倒是有趣的紧。可不是，我那日还以为遇到一个寻常老人家，没想到竟是当今圣上。对了，朕看你这空调甚是稀奇，朕也想要一台。没问题。这到底是何等仙术？一点小障眼法罢了，义兄别在意。要不说还是义兄会享受，这么多山珍海味，正适合涮火锅。火锅又是何物？义兄你瞧好吧，保证让你终生难忘。好香！来来来，我教你们，就这么涮，熟了就吃。本喵做了这么多，还不赶紧给本喵涮一个？哈哈哈！妙啊！此等美食，既能吃到食材原本的味道，操作又简单。义妹，此物当广开店铺，全城推广。好啊，义兄不愧是人君，有好东西第一时间便想到百姓。请父皇赐名，儿臣愿尽心尽力将其推广。将这食物放进去，熟了捞出来，犹如海底捞月。朕看这店名，不如就叫海底。不，义兄再说就侵权了，叫火锅店就行。何谓侵权？没事没事，赶紧吃，吃着火锅，吹着空调，真是神仙日子。朝堂之上，让小七受苦了。但萧将军背后势力错综复杂，不适合当堂处置，略加敲打，也是为了保护你。父皇所做一切，儿臣都明白。好孩子，快坐吃。娘娘，他们四人留在乾清宫有说有笑，皇上还提起了七皇子。本宫快气疯了！今晚不但没让苏眠那个贱人出丑，反而让他大放异彩。父皇竟留下叶云锦，此事传出，他的势力势必大涨。要对付七皇子，必先除掉他背后的靠山蓝王。
夫君，今日宴上柳氏和苏柔也在席间，按理说他们已经被赶出相府了。苏正言与淑妃来往甚密，不仅如此，若淑妃有提拔的意思，必是苏正言手里有把柄。这两个臭味相投的玩意儿都这样了，还出来蹦跶，真后悔当初没打死他们。只要你想，我去做。没必要，我更好奇淑妃手里到底有什么把柄。明儿，现在太危险，你与皇兄结拜之事必会传出，淑妃弟会对你下手，不如来王府住吧。我知道你有能力自保，但是我怕。让我再想想。盯着苏正言，淑妃与萧将军那边定有动作，若有书信往来，想办法拦截。属下领命。王爷，怕是被攻陷了。王爷，陛下传话，请您明日去乾清宫一叙。知道了，看来皇兄是真有意扶持小七，退下吧。阳城知府不过是一个被推出来承担罪责的棋子。自皇后死后，朕一直不立后，便是忌惮颇多。淑妃母家势力庞大，萧将军手握兵权，此次委屈小七，朕心中也有愧。自皇嫂去世，臣弟便受皇嫂所托，照护小七。她如今还在成长，但绝非是非不分之人，请皇兄放心。朕知道你无心朝堂，为了小七，你也是煞费苦心。说起来，朕这弟媳真是了不起，长得漂亮又十分聪慧，谋略不输朝中大臣。若是能让她入朝，皇兄，朝堂危机四伏，臣弟怕她被更多人盯上，臣弟只想与她好好过日子。哟，看来老九也是有心尖人了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太笨拙了，本喵看不下去了。闭嘴！绵儿，你怎么不走正门？嘿嘿，本王妃想给夫君一个惊喜嘛，可惜我不会轻功，只能这样。夫君，你这身手真帅。哎，我看着他们练得过于轻松了，得给他们加难度。多谢老大指点。早知道我就自己飞回王府了，省得在这儿吃狗粮。哪来的姑娘？别拦车！师兄，师妹斩于，恳请师兄相助。哦，王爷还有个师妹，师兄可还记得有位落井的小娘子？她是民女的嫂嫂。如今民女回家，发现我李家12口尽数被害。师父说，唯有师兄能帮民女。民女想入宫为家人报仇。宫中凶险，此事不可贸然行动。今日先让暗卫给你安排住处。怎么了？知道王爷有个漂亮师妹来投靠他，你就这么心神不宁？本王妃才没有。嘴硬，前世虽是人人惧怕的杀神，但感情方面终究只是个没谈过恋爱的小女孩。来了，暗卫，准备应战。取下叶北兰首级！保护王爷！这些王八蛋敢动咱们神女大人的男人！
放手！淑妃，萧将军一派的恶意试探，对方屡次针对本王，终极目标实则是扫清七皇子上位的阻碍。这般高强度刺杀，迟早会牵连到绵儿，必须让他搬来王府，置于本王全天候庇护之下，才能彻底隔绝朝堂凶险。王爷，要不要通知王妃，派人将王妃护送到王府？属下领命。等等，师兄这是何故啊？无妨，立刻前往苏府报信，刻意放大玉玺受伤的事态，只告诉王妃，本王遭遇重兵刺杀，伤势严重。是，属下一定好好传达。师兄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的？既然这样睡不着，不如就索性去王府得了。女孩子要矜持嘛。王妃，王妃，大事不好！王妃，王爷遭遇数十名顶尖刺客围杀，身受重伤。王爷，王妃到了。叶北兰，叶北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说话呀！夫人，别急，我这就去拿药箱。夫人，别走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不走，我留在王府不走了。别怕，别怕，我在呢。怎么这么大茶味儿？来了，勾栏的做派，明显是茶水啊！这王爷可以的。你们都是死人吗？平日里养着你们做什么？竟连王爷都护不住，任由王爷身陷险境。王妃息怒，属下们办事不力，请王妃责罚。只是王爷除了您，不让别的姑娘靠近，又怕伤口有毒，所以一直等着王妃您来。打点水来，其余人都退下吧。是。肯定不能留疤，不然以后手感不好了。王爷演技堪比影帝，本喵服了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下次注意。来人，取一身干净的衣袍来，再把床褥换上。我今天住在王府。王妃，今夜事发突然，王府没有合适的客房。行了行了，本王妃留下来陪你。苏眠，你可要把持住，他现在可是患者，可是他受伤了，这破碎感好诱人。绵绵，谢谢你，让我安心不少。娘娘，昨夜王府刺杀失败了，30名御林死士尽数折损，王妃还留宿在了王府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本宫精心部署的计划竟然又落空了，不仅没除掉叶北兰，反而让他俩感情越发深厚。母妃，此次刺杀失败绝非偶然，儿臣察觉叶北兰身边藏着一股隐秘势力。什么意思？王府凭空多出数百护卫，远超常规王府规事。母妃，
这是天大的破绽，可以扣上豢养私兵的罪名，弹劾打压，既能削弱蓝王势力，也能离间父皇与他的兄弟情分。好计策，可此事需有重臣出面参奏才有分量。本宫亲自出面，难免落了口实。苏正言他与母妃勾结颇深，且最记恨苏眠与叶北兰，必定愿意出力。好，即刻举办。完了！这姿势，这画面，这……夫人别动，再让我抱一会儿。你别看我，王妃会习惯的。哟，当初口嗨的时候挺利索的，穿越第1天就被偷了初吻，现在真上手了又害羞上了。闭嘴，把你做成猫毛围脖。见过王爷、王妃。哟，这不是夫君你那位漂亮师妹吗？是她。昨夜那场刺杀，多亏了她出手相助，最后那几名要自爆的死士，是她一剑封喉的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展月姑娘，你的事儿，王爷跟我大致说过了。李家12口到底是怎么个情形？你能不能再细细与我说一遍？民女出事之后回家探亲，到家时满院尸首，12口人，从80岁的祖母到刚满月的侄儿，无一幸免。屋中一切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桌上却留着一只凤鸾宫特制的玉簪。凤鸾宫的玉簪，民女的嫂嫂孟娘，她便是当初被太子，也就是如今的三皇子淫威逼迫跳井的女子。淑妃怕我李家生出事端，就灭口。因民女当时在山上与师傅学艺，才侥幸逃过此劫。这个仇，我们帮你报。民女谢过王妃。要送展月姑娘入宫倒并不难，只是入宫之后，我们没法把你直接塞进淑妃宫中，只能你自己想办法靠过去。民女愿意进宫，是死是活由民女自己承担，只盼有朝一日能化作一柄利刃，亲手将那毒妇斩于剑下。别跪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我得说。这些日子派人盯着苏正言，那老东西近日行踪十分诡秘，他经常会与一些人私会，那些人分明不是我朝中人，眉骨深，瞳色浅，倒像是北疆人。北疆？他与外邦勾结，这要是被查实，可不就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跟他虽断了情分，可到底信过苏，万一被牵连进去，本王妃这颗小脑袋岂不是也得搬家？放心，我会替你断亲，让你彻底脱离苏家。怎么断？明日朝堂定会十分有趣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老臣有本要奏。苏爱卿，请讲。老臣弹劾蓝王叶北兰目无王法，暗藏祸心，私自豢养数百私兵。老臣手中持有百姓密报，桩桩件件皆有人证物证，臣请陛下严查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藩王私养兵马，乃朝廷大忌，请陛下明察。祖制有云，藩王府兵不得过本。蓝王此举是何居心？陛下，老臣以为苏大人所奏之事非同小可，藩王私兵动摇朝纲安稳，乃是大忌中的大忌。老臣恳请陛下严查此事，给天下臣民一个交代。蓝王，对此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弟确有此事。陛下，蓝王既已认罪，请陛下从重处置。藩王谋逆，乃十恶不赦之罪。苏大人莫急，本王还未说完，急什么？陛下，这是王府所有护卫的名册与来历，每一人的籍贯、出身、入府时间皆有记载，请陛下预览。蓝王，你倒是说说，这些护卫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前番阳城剿匪一案之后，七皇子按律收编了一批山匪旧部，这些人毫无规矩，臣弟便将他们安置在王府别院加以管教操练。如今臣弟新婚未久，王妃身娇体弱，又屡遭暗算，臣弟身为夫君，多安排些护卫守护爱妻，这难道也有错？胡说八道！什么娇弱？他当初回门，一脚踹烂了苏府的朱漆大门。苏大人，
本王的王妃在你苏家时，曾被你那继室柳氏数次苛待欺凌、毒害，甚至险些死于荒郊野外。你这个做父亲的，可曾庇护过她一次？可曾为她讨过一次公道？王妃在苏家时受尽委屈，竟无一人庇护。如今她嫁入王府，本王身为夫君，多安排些人手守护心爱之人，又有何错？本王从未干预朝政，从未涉足兵权，何来谋逆之说？苏正言，陛下，陛下饶命！你身为人父，眼看着自家女儿被继室谋害，你不仅不护她周全，反而为了攀附权贵，今日又与人合谋勾陷自己的女儿，勾陷朝廷忠臣，你这个父亲是怎么当的？陛下息怒，老臣知错，老臣再不敢了。知错？朕看你是知道事情败露才知错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苏正言治家不严，构陷藩王，品行败坏，即日起扣除其官职俸禄1年。日后若再有半点逾矩之举，朕定严惩不贷。陛下，臣弟还有一事要奏。兰王但说无妨。王妃苏绵与苏家早已情分断绝，苏正言身为人父，屡次苛待构陷亲女，实在不配为人父。臣弟恳请陛下下旨，准许王妃与苏家彻底断绝父女心缘，从此再无任何牵扯，免得王妃日后再受其牵连。陛下，老臣这准。传朕旨意，苏绵自即日起脱离苏府，与苏正言父女恩断义绝。苏正言，自即日起，你与苏绵再无半分父女之情，若再有任何骚扰，朕定不饶你。另外，朕还有一事要宣布。兰王妃苏绵品行高洁，聪慧过人，前番为太后献寿，惊艳满堂，朕与太后皆十分喜爱。朕今日特封苏绵为明韶公主，正式入皇室御蝶，享亲王规制，赐金册金宝。天哪，还入御敌，这等殊荣，陛下和太后当真是对兰王妃宠爱有加啊！这下谁还敢动兰王妃半分？这就等于动了陛下的亲妹妹。诸位爱卿，可有异议？陛下圣明。退朝。今日朝堂可真是惊心动魄啊！苏大人逝世，王妃断亲，还成了明韶公主。兰王与淑妃、萧家的矛盾，这下算是彻底摆到台面上了。这朝堂怕是要变天了。师妹，珍重。此去深宫，便是龙潭虎穴，望你早日得偿所愿。娘娘，这几个人都是新来的，奴婢已经详细查过了。背景如何？这4人背景都干净，家境清白，做事本分，话也少，绝无问题。那就都留下吧，在本宫这里出去，能比别的宫里宫人高一头。你们好好做事，好处自然少不了。若有半点异心，本宫的手段，想必你们也听说过。谢娘娘恩典，奴婢必当尽心尽力。李家12口的血仇，我终于踏入了这虎口龙潭。淑妃，你等着，这把刀已经磨好了。那边可有消息？皇上已应允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可里应外合。三皇子那边，娘娘可有保护？本宫的儿子，本宫自有手段。极乐伞一日不断，他便是本宫手中最听话的傀儡。暗卫密报，萧将军府上近日有北疆外邦使者暗中出入，行踪诡秘。这些人皆是从北门偏向潜入，身披斗篷，看不清面目。加上展越那边带回的消息，淑妃一派十有八九是在勾结外邦势力，这不是找死吗？通敌叛国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他们竟敢这么做！他们越是走投无路，就越会铤而走险。太子已被废，三皇子被禁足，淑妃失去了最快上位的途径。若想保住自己和家族，唯有孤注一掷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再逼他们一把，让他们露出更多马脚。你又想做什么？我去会会苏正言那老东西，他现在是惊弓之鸟，最经不起吓。
哎呦，这不是苏大人吗？真巧！你这个不孝女，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？苏大人，请注意言辞。本公主与苏家早已没有任何关系，您这不孝女3个字，还是收回去吧。听说苏大人最近经常与一些操着奇怪口音的外邦人有所往来啊。你胡说什么？苏大人，本公主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与外邦勾结可是要诛九族的大罪。虽然本公主已经与您断亲了，但到底曾经姓过苏，可不想被您给牵连。你这招真损，把那老东西吓得连茶都拿不稳了。让他先慌，慌了就会出错。经过王妃试探后，苏正言果然心虚，连夜烧毁了一批文件，这些就是我们在灰烬中翻出的残页。你看这里提到的物品交易、银两数目，还有运送路线，这分明就是与外邦私下往来的证据。果然如此，苏正言烧得急促，倒让我们捡了便宜。展月送出来的。淑妃寝宫近日处理了大量药材，其中一种名为红花藤，已悄悄送出宫外。此药与已故皇后有关。皇嫂，王爷，宫中急报，陛下突然晕倒在乾清宫，御医束手无策。扶陛下侧躺。陛下是汞中毒，毒量极小，极隐蔽，几乎查不出来。但日积月累，五脏六腑早已亏空，我只能用药延缓，无法根治了。一定是淑妃干的。皇兄日常饮食皆有专人把关，能在这种情况下连续下毒的，唯有后宫书位高权重之人。没有证据，但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绵儿，实话告诉朕，朕还能撑多久？最多半年。够了，半年够朕做很多事儿了。朕早就知道他们狼子野心，只是没想到竟敢如此大胆。朕在城外秘密豢养了一支5万人的私军，只听这枚虎符掉下，朕若有不测，由你来调动，务必保小七登基。朕会先削弱你王府的势力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露出更多破绽。你那些非常规手段，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夫君，让我去查苏正言的罪证，他现在最慌乱，必定会留下更多破绽。太危险了，万一被发现。放心，我这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万事小心，本王在府中等你回来。找到了。什么人？哥哥，大哥哥，快来人！快走！妖怪啊！神兽显灵，神兽饶命！这也太爽了！下次你自己跑，都快被你累死了。
这些证据不仅有行贿记录，还牵扯出萧将军与北疆外邦暗中往来的完整链条。可惜，还不够扳倒萧家，但足以让苏正言万劫不复了。不急，打草惊蛇不是上策。那我来个声东击西，先把淑妃在朝中的几个党羽贪官给解决了，让萧将军摸不清咱们的路数。陛下，连续3日，朝中3位重臣离奇暴毙，现场皆留有诡异的日月标记，这分明是有人滥用私刑，蔑视王法，请陛下严查。哦，日月标记是何人之物？明韶公主。陛下，此事必与王妃脱不了关系。日月2字正是明韶2字的拆解。萧将军丢了几条狗，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再说，单凭一个标记便认定是明韶公主所为，未免太过武断。不管此事是何人所为，都不可轻易下定论。但兰王，你那王妃近日确实太过张扬。这样吧，让明韶公主即日起在王府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外出。臣弟领旨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萧将军的脸都快气绿了。一切顺利，皇兄让你在王府禁足。这感情好啊，那我就乖乖待着，吃着火锅，吹着空调。陛下，北疆军情紧急，外邦蠢蠢欲动，老臣奏请增派兵力5万，扩充军饷30万两白银，以防外敌入侵。兰王，你以为如何？陛下，臣弟以为不妥。萧将军上报的军饷数目与北疆实际所需相差悬殊。根据兵部实际记录，北疆驻军实际所需军饷不过10万两。萧将军此次上报30万两，多出的20万两白银去了哪里？还请萧将军给个交代。叶北兰，你血口喷人！将军戎马半生，岂会贪墨军饷？那这份账册，萧将军可还认得？这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萧将军与苏正言之间多年来的银两往来，每一笔每一项皆有时间、地点、经手之人。还有这份，这是苏正言企图烧毁的密信残页，上面赫然写着与北疆外邦使者往来的具体内容。陛下，请看。放肆！堂堂朝廷重臣，竟敢勾结外邦，贪墨军饷！陛下，饶命啊！来人，将萧将军暂时削去兵权，押入刑部大牢看管。苏正言罪证确凿，3司会审，给朕好好审。若敢隐瞒半分，株连9族。陛下啊！饶命啊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本宫的哥哥被押入大牢，苏正言那个老东西更是顶不住几下就会全盘托出。去，立刻让人去处理掉殿后那批药材，一根草都不能留下，明白吗？是。必须立刻送出去。夫人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不用打打杀杀的日子？快了，等这些事情都了结，我带你去南城看桃花。你每次都说带我去这里去那里，结果一次都没去成。上次说去游湖，结果遇上太后生辰宴；说去摘梅花，结果遇上萧将军刺杀。这次是真的，本王说话算话。算你识相。真受不了，又在这儿腻歪。猫大人，您又来了，有何吩咐？王妃，她这是……他跟你要鱼竿呢。哦，属下这就去拿。禀王爷、王妃，展月传来暗号。
淑妃宫中近日处理掉大量药材，其中一种名为极乐散，近期经常有一名宫女传递此物，去向不明。这是藏红花，还有这味能催动子宫，导致产后大出血的草药，此药性极烈，孕妇若服用，必死无疑。夫君，皇后当年是不是产后血崩而亡？淑妃当年就对皇嫂下了手，证据链对上了。皇后生下七皇子后大出血，所有人都以为是天灾意外，现在看来是淑妃当年买通了接生嬷嬷，在皇后产后调理的汤药里下了这味药。这女人真是个狠角色，杀了皇后还不够，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要用毒控制。用毒？我回来的路上看到三皇子在吸食一种褐色药膏，吸食后迷醉神情，眼神空洞涣散。三皇子禁足期满，即将复出。淑妃当前的手笔，定不是为了让他重回朝堂这么简单。没错，我刚收到线人消息，三皇子一直在吸食毒物，想必这就是淑妃控制三皇子的方法。线人？爱妃，你什么时候去见的线人？我当然有自己的手段。依我看，三皇子是淑妃与北疆合作的筹码，他们想让三皇子成为傀儡，登基之后便可任由他们摆布，彻底掌控这个朝堂。他们要造反，那我们就把这场反扼杀在摇篮里。明儿，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。皇兄给我的那支私军，只有5万，那还不够吗？加上我王府的暗卫、护卫，再加上你收编的山匪旧物，满打满算不到7万。可萧将军虽然暂时被削了兵权，他在北疆经营了整整15年，随时能调动的兵力不下10万。更可怕的是，淑妃已经和北疆外邦达成了协议，一旦造反，外邦还会派出3万铁骑南下支援。咱们最多7万，对方13万往上。而且皇兄的身体最多撑半年，根本来不及让我们慢慢布局。绵儿，对不起，从一开始就把你卷进这么危险的事。说什么傻话！我要是怕危险，当初就不会一脚踹烂苏府那破门了。再说了，没有你，本王妃这一世的日子可没现在这么有滋味味。又来了又来了，能不能说正事儿？本喵都快被你们腻死了。先说正事，皇兄最在意的是谁？太后和小七，这2个人必须先保住。皇兄已经想到了，皇宫地底有一条直通城外的密道，是开国皇帝当年修建的逃生龙道，连舆图都没有标注，只有历代帝王知晓。那就把太后和小七先转移出去。太早会打草惊蛇，淑妃眼线遍布皇宫，太后若是突然失踪，她立刻就会察觉，必须等淑妃露出造反的明确迹象时才能行动。既然兵力不足，那就用武器和情报来凑。夫君别忘了本王妃的本事。不要！本喵这几日累得4爪发软，你又要本喵变什么出来？小鱼干，整整1筐，连吃半个月。本喵勉为其难。王爷、王妃，展月姑娘传来的消息，淑妃与萧将军的密谋已进入最后阶段，他们计划在1个月后的秋猎上动手。秋猎，届时皇上出宫，禁军护卫力量分散，萧将军的亲信会借护甲之名带兵进入猎场，趁机包围。届时逼皇兄写下传位诏书给三皇子，这不就是逼宫吗？比逼宫更狠。他们要的是名正言顺的篡位，一份诏书，一道圣旨，便可让天下人无话可说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陛下，臣斗胆进言，陛下近日龙体欠安，朝堂之事繁杂，理应早日确立储君，以安天下民心。陛下，萧将军所言极是，立储一事关乎社稷，不可再拖。太子已废，三皇子虽曾禁足，但近日反省颇有成效，臣以为可重新启用。萧将军这话有意思。陛下春秋鼎盛，萧将军这般急着立储，莫非是看到了什么旁人看不到的东西？王爷休要口喷人，本将军一片忠心，唯恐国本不稳。忠心？萧将军的忠心，本王倒是领教过几回。朕的身体，朕自己最清楚。立储之事关系重大，容朕在意。皇兄，最多1个月。
朕死后，淑妃必定立刻动手。你们要做的，就是在朕咽气之前，把小七送出城，到北京去找朕的老部下李将军，他手里还有5万精锐，只听虎符调遣，把小七交到他手上，他便会以小七之名号令旧部，助他登基。那皇兄你呢？朕留下拖住他们。不行，皇兄你得跟我们一起走。朕不走，朕一走，淑妃立刻就会察觉，小七就跑不掉了。再说，朕这副身子怕是经不起颠簸。朕这一辈子对不起很多人，朕的皇后、小七，还有你这个弟弟，至少最后，朕要为他们做点事。皇兄，起来吧，生死有命，朕已看开。绵儿，朕这个义妹能在朕最后这段时日认识，是朕之幸。日后好好照顾兰儿。去吧，速速准备。绵儿，关于具体的安排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计划分2步，一待七皇子秘密出城去北京调兵，我留在京城保护太后，稳定局面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京城马上就是一片血雨腥风，你一个人留下来，本王不放心。你是主帅，必须你去调兵。再说我这鬼东西鬼点子多，留在京城周旋是最合适的，分工明确。绵儿，去吧，我们不是约定好还要一起去赏花吗？等我回来送你。等你回来。小七，路上听你皇叔的话。皇婶儿，你保重。这是……我早说过，我的手段多的是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再慢慢跟你们解释。绵儿，无论怎样，我都愿意相信。哎呀，肉麻的话回来再说。莫离送你们去北京，速度最快，一路小心。等我回来，务必等我回来。皇婶一个人留下来，真的没事吗？相信他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归我指挥。属下听王妃调遣。分4组，2人1组，分别盯守皇宫4门、萧将军府、淑妃娘家、苏正言旧部，任何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汇报。是。娘娘，不好了！七皇子寝宫的人来报说，七皇子今日傍晚去王府探病，至今未归。什么？传话给我哥哥，立刻封锁京城9门，全城搜捕，不能让那小杂种跑掉。七皇子在那儿，快抓住他！报告将军，城东、城西、城南3处都出现了与七皇子体态相仿的人，手下官兵正在全力追击。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到底哪个是真的？老大，您这招太损了，让他们追几个假的，自己人都得乱套。这才哪到哪儿，让他们再多乱几日，等夫君带兵回来，便是他们的末日。找，全城给本宫找，把那小杂种挖地3尺，也要给本宫挖出来！娘娘，已经搜了一整夜了，京城9门都封锁了，可七皇子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。苏眠，一定是那个贱人，是他做的。
既然找不到那小杂种，那本宫就控制太后。只要太后在手，叶北兰就不敢轻举妄动。想动太后，先过我这关。是绵儿。母后，儿臣深夜叨扰，望母后恕罪。起来吧，哀家就知道你这丫头不会无缘无故来，是出事儿了？淑妃有造反之意，儿臣先来跟母后通个气，免得母后到时候着急。哀家知道那贱人不安生。皇帝身边的事儿，哀家虽然不管，但心里都明白。母后，那皇帝呢？皇帝怎样了？皇兄中毒已深，儿臣无能，只能用药延缓，最多撑1个月。哀家早就猜到了，哀家这一辈子看着太多孩子离去。绵儿，皇帝交代你什么了？皇上交代让我和王爷确保母后和七皇子的安全。七皇子已经被王爷送往北境调兵，母后这边臣女会派人暗中保护。这是哀家当年陪嫁之物，刻着哀家娘家的纹邦，你拿着，关键时刻或许有用。臣女谨记母后大恩。好孩子，哀家年岁已高，能活几年算几年。但皇帝，他是个好皇帝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母后，臣妾听闻您近日身子有些不适，特意调了些上好的宫女与侍卫前来伺候。有劳淑妃费心了，哀家这些日子也确实乏了，正想清静清静。母后体恤，臣妾感激不尽，还请母后每日按时用膳，按时休息，莫要再为外头那些纷乱之事劳心了。兰王妃派我护您周全，静待时机。虎符无误，老臣李重山参见兰王。李将军，快请起。王爷，5万大军南下并非小事，粮草辎重、行军路线皆需周密安排，最快也需1个月方能全员抵达京城。来不及了，皇兄那边撑不了多久，更何况淑妃随时可能动手。那便分兵2路，老臣先点3万精锐铁骑，随王爷快马回京，余下2万大军随后跟上。好，即刻整军，明日清晨出发。皇叔，侄儿愿与皇叔同回京。不行，小七，你必须留在北京。万一京城有变，万一你皇叔我回不来了，你便是大梁最后的希望。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护你周全，你若也涉险，那一切便都白费了。皇叔，您一定要保护好皇婶，等您回来。本喵堂堂上古神兽，竟沦为这群人的快递员，飞了北京又飞京城，累得心肝肺都要碎了。辛苦你了。出发，回京。主人，你一定要撑住。
老大，你放心，几个关键路口咱们都安排妥当了。城外但凡有一只苍蝇飞过，咱们的弟兄都能给您逮回来。我要你盯的是人，不是苍蝇。是人，是人。苏眠，你家男人已经在路上了，带了3万人，先行回京。辛苦你了。本喵要吃小鱼干拌猫粮。知道你哄我，你根本不吃猫粮。我给你做鱼宴，整整1桌。哼，这才像话。叶北兰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王妃好大的架子，本宫请了3次，您才肯赏脸前来。娘娘恕罪，臣妾最近忙着为陛下调理身子，实在分身乏术，怠慢了娘娘。臣妾自罚3崩。哦，皇上的龙体如今怎么样了？皇兄的身子不太好，太医说须得静养，万万不可再操劳了。哎呦，皇上日理万机，可万万不可得了身子啊！本宫这就让人去太医院问问，看可有什么珍稀药材能给皇上送去。娘娘费心了。这女人演技可以啊，把淑妃骗得一愣一愣的，还以为自己听到了天大的好消息。姐姐如今风光无限啊，连皇上都亲封了公主。苏小姐有何指教？我父亲被关入大牢，皆是拜你所赐。苏小姐说笑了，苏大人勾结外邦贪墨军饷，那是他自己的罪行，与我何干？再说本公主已经与苏家断亲，请苏小姐日后话注意分寸。跳吧，让王爷回来，本公主让你们一起陪葬。展月那边的最新消息，淑妃近日频繁与萧将军通信，秋猎之日，萧将军将以护驾为名带兵进入猎场，名为护驾，实为控制陛下，逼其写下传位诏书。这不就是软禁皇上吗？比软禁更狠。到时候皇上落入萧将军手中，写什么诏书，说什么话，都由不得他了。那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得逞。等叶北兰带兵回来，咱们一网打尽。你这计划听起来很冒险啊！冒险才有意思吗？你跟你家男人真是一对疯子，绝配。诸位，今日召集大家，是有大事要部署。秋猎之日，萧将军将率2万私兵埋伏在猎场周围，意图挟持陛下，逼其传位。我们必须将计就计，一举将其铲除。老大，您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大当家，你带山匪兄弟们化作杂役，混入萧将军的军营，分散在他兵力的各个角落。记住，别跟人硬拼，一旦信号响起，便用我教过你们的法子引爆烟雾弹和炸药，从内部制造混乱。终于要干大事了，老大放心，咱们兄弟跟着您混，这些日子学的功夫总算能用上了。注意保命，本王妃允诺你们的事情绝不食言。事成之后，你们就上岸了，朝廷会给你们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誓死追随神女大人。到时候在猎场，你们不必保护。王妃，王爷有令，您的安危。听我说完，你们到时候只需做一件事，优先保护陛下与太后。陛下若有丝毫闪失，我们一切的努力便都白费了。我的身手你们也是见过的，自保绰绰有余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诸位，此战关乎天下苍生，关乎大梁国祚，成则江山稳固，败则万劫不复。望诸位粒粒同心，与本王妃一同将这群乱臣贼子斩于刀下。誓死追随。对面2万多人，咱们这边能打的也就6000出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打仗靠的不是人多，是脑子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为王爷争取时间。更何况，我们并非毫无胜算。你看，萧将军的2万人分布在猎场外围这5个山头，每一处约莫4000人，但他们之间的通信主要依靠这3条山道。只要我们在这3条山道上埋设炸药与烟雾弹，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切断他们的联系，让2万大军变成5支孤军。然后呢？然后各个击破。等叶北兰带着3万铁骑赶到，5支孤军便是5块案板上的肉。行吧，本喵不得不承认，你这女人确实有2下子。是，本王妃前世可是顶级杀手。等这事完了，本王妃要好好睡上3天3夜。
今夜过后，这天下就是咱们萧家的了。将军英明。叶蓓兰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老夫的杀招还没出呢。恭迎陛下！众卿平身。今日秋猎，诸位放开身手，朕在此为你们助兴。皇上连日操劳，臣妾着实放心不下。今日秋猎人多眼杂，臣妾特意让圣儿贴身护卫皇上。三皇子在皇上身边，他这是要当杀手啊！好歹毒的妇人，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拿来当挡。你去盯紧三皇子，他若有任何动作，立刻发信号给我。其余人按原计划埋伏在皇上大帐外围。是。叶蓓兰，你快点啊！萧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陛下，臣方才接到密报，有刺客混入猎场，行迹诡秘，意图行刺陛下。为陛下安全计，臣请暂代禁军指挥，全权护卫圣驾。放肆！禁军乃陛下亲军，岂容你越俎代庖？禁军统领大人，本将军这也是为了陛下的安危着想。区禁军3000人，如何抵挡得住刺客的偷袭？臣已调集2万精兵，将猎场团团围住，绝不会让一只苍蝇飞入。朕的禁军不需要将军操心。萧将军，你越权了。陛下，恕臣无礼。陛下龙体欠安，还是早些休息为好。这朝堂之事，这天下之事，还是交给圣儿来处置吧。好啊，萧文渊，你萧家世代受朕皇恩，朕封你大将军，赐你侯爵。本以为你会尽忠职守，却没想到你竟是养了一只白眼狼啊！陛下言重了，臣只是顺天应命。皇上，您就听萧将军的吧，把皇位传给圣儿吧。哈哈哈哈！朕的好淑妃，朕的好儿子，今日竟联手逼宫，篡位夺权，朕真是有眼无珠啊！来吧，老娘等着你。你家男人还没到啊？咱们这点人能撑多久？能撑多久撑多久。皇兄不能死，必须把他平安撑到叶蓓兰赶到的那一刻。怎么回事？谁在搞鬼？苏冕，是你！果然是你这贱人坏我好事！萧将军，本王妃等你很久。杀！给老子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对，为陛下而战！贱人，拿命来！你才是要去阎王殿报道的人。李重山，攻！将士们，给王爷踏平叛贼！杀！萧将军，你赌输了。今日此地，便是你萧家覆灭之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终于来了，圣儿，快挟持皇上！只有挟持了皇上，咱们才有活路！快啊！放人！叶云生，放下匕首！哈哈哈哈哈！叶蓓兰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老夫的北疆10万大军明日便到京城，到时候谁饶谁还不一定。放了皇上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王爷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老夫纵横沙场半生，深知大势所趋。北疆10万铁骑明日便至，只要王爷愿意归顺，与老夫共扶三皇子登基，老夫可保王爷自身性命无虞，更可保王爷麾下所有将士平安。这天下何不你我共享之？归顺，萧将军，你也配？你勾结外邦，背叛君主，挟持圣驾，教唆皇子，
谋逆篡位，桩桩件件皆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谋逆乱臣，弑君贼子，岂有归顺之说？只要皇帝还在我手中，你们也就只能如此大放厥词。来人，把他们拿下！生儿，你也变成了这样啊！朕命属将军已了无牵挂，老九，给我照顾好小七。皇兄好！皇兄。叶云胜，去陪你父皇吧。你这个贱人，本宫与你不死不休！朱妃，你毒害先皇后于产后调理之汤，致皇嫂血崩而亡，此为弑后之罪。你以极乐散控制亲生儿子叶云正，将其变为听任百步的傀儡，此为残害皇死之罪。你勾结逆臣萧文渊与北疆外邦，意图篡位夺权，此为谋逆叛国之罪。你叫缩三皇子弑父，致先皇当场殒命，此为弑君之大罪。还有那李家12口的血，那凤鸾宫中无数被你灭口的宫人，那朝堂之上被你构陷致死的忠臣良将，桩桩件件，每一笔账，今日便与你算个清楚。你不能杀本宫，本宫是皇妃，本宫。住手！萧将军，萧将军，你萧家世代受皇恩，却辜负皇兄信任，犯下滔天大罪。今日本王便代皇兄，代天下苍生，了结你这条贼命。皇兄，你安息吧。剩下的事交给我们。眼下还有2件事必办：第一，肃清猎场周边山林中的残余叛军，以防其死灰复燃；第二，阻断北疆叛军主力入京要道，将其彻底歼灭于京畿之外。王爷英明，只是北疆10万大军气势汹汹，我军3万铁骑和赶来的2万精兵，加上王府兵力，满打满算不过6万余人，硬拼绝不是对手啊！硬拼当然不行，但我们还有1夜的时间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诸位，听本公主安排。第一层，山林清剿。大当家，你率山匪兄弟们分作12队，每队50人，化整为零，深入猎场周边山林。山匪兄弟们最善山林作战，加之熟悉地形，足以应付逃窜叛军。老大放心，山林里咱们就是阎王爷。第二层，外围警戒。暗卫首领，你率王府暗卫分头把守猎场至京城之间的所有要道，凡有可疑之人一律盘查，绝不能让残余叛军潜入京城作乱。是。第三层，主战场布防。李将军，请您率北京3万铁骑连夜开拔，前往桑滩关。桑滩关地势险要，两侧高山耸立，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山谷。北疆铁骑想要进京，必经此处，我们便要在此处布下天罗地网。山谷入口与出口处分别埋设50处炸药点，触发即引爆，制造前后双重封锁。山谷两侧高坡之上，李将军率精锐铁骑分2路埋伏，箭手、长枪兵各半，敌军一入山谷，便从两侧倾泻火力。这阵法分作多层，错位攻防，以山势为平，以陷阱为锋，环环相扣。王妃此法，老臣闻所未闻呐！这叫错位连环阵，10万叛军一旦进入山谷，便如瓮中之鳖，再无生路。辛苦你了。还没结束呢，最后一层，第4层，最后一击。王爷率主力铁骑作为后备，待北疆叛军彻底溃乱之时，从山谷出口正面冲锋，给予最后致命一击。好。哎，本喵又来送快递了。皇兄，放心，此战我和叶北郎定将那些逆贼斩尽杀绝，还大梁一个朗朗乾坤。小七也定会被我们护送回京，登基为帝。皇兄，安息吧。
来了。来得正好。不对，停下！放！埋伏！有埋伏！结阵！结阵！乌敌叛国，杀我皇兄！今日就让你们血债血偿！随本王冲锋！北疆主帅伏诛，叛军降者免死。愿大梁从此再无战乱。结束了，明儿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王爷拨乱反正，平定逆党，安定山河，功在社稷。陛下英年早逝，今国无君主，朝堂动荡。臣等斗胆恳请王爷登基称帝，执掌大梁，以安天下。王爷乃先帝亲弟，与先帝情同手足。王爷登基名正言顺，朝野上下无人不服。恳请王爷登基。诸位爱卿，请起。王爷不应允，臣等便长跪不起。本王无意皇位。这朝堂之上，唯有王爷能震慑四方。若王爷不登基，这江山如何稳固？诸位爱卿，皇权至高，义至孤。本王这些年蛰伏于王府，从未贪恋至尊权位。本王所做一切，不过是为了护皇兄周全，助小妻成长，守山河安定罢了。王爷，七皇子年纪尚轻，恐难独自支撑朝局啊！眼下局势未稳，需一位强势君王坐镇朝堂。诸位爱卿稍安，本王并非弃朝堂于不顾，本王可以暂代国事，稳住朝局，但只待10日。10日，王爷，这10日之内何以稳定局面？本王在此当众举荐七皇子叶云京继位。云京虽年少，但心性纯良，沉稳知礼，心怀百姓。逆党之乱前夕，他亲赴北境，调兵勤王，毫无半点皇子骄险之色。云景乃先帝嫡子，名正言顺，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。10日之内，云集便能从北境赶回京城。期间，本王全力坐镇朝堂，稳定局势。10日之后，本王便功成身退。王爷既如此一片公心，老臣谨遵王爷之意。臣等遵旨。皇兄，你看到了吗？花期就剩这几日了，再过些10日便要落尽了。是啊，可惜啊，终究还是没办法跟你心心念念的王爷一起赏花。你这只猫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他这一路走得太辛苦了，这桃花林大不了等明年嘛，明年我们再一同来看。年年都有花期，又不急在这一时。哦，那我这一趟岂不是白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皇宫吗？小妻提前归来，朝堂上的事已经妥善安排好了。这次出来，便是来兑现承诺的。可是不是说要10天吗？七皇子那边是本喵连夜接回来的。哼，要不是看你这阵子天天像个怨妇似的，本喵都懒得管你。莫离，谢谢你。哎呀哎呀，松开松开，本喵的毛要被你蹭乱了。敏儿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这么些日子。这一路从襄府嫁入王府，从京城走到北境，从秋猎场战至桑滩关，每一步都是你陪着我走过。如今小妻已立稳朝局，所有该平的祸乱都已经尘埃落定。接下来没有阴谋，没有杀伐，只有你和我。你想去哪里，本王便陪你去哪里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叶北兰，你今日在这桃花林里许下的诺，本王妃可是要记一辈子的。一辈子？那本王妃可要好好罚你。这阵子等你等得我都快闷出病来了，你可要好好陪我大玩特玩，把这阵子欠我的全部补回来。一切都依你。那咱们走，现在就走。